大家好，欢迎来到 Money Dog Eric 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家把 AI 与制药完美结合的公司 Recursion Pharmaceuticals， 股票代码 RXRX。它的故事融合了人工智能、药物开发以及华尔街的传奇人物。这家公司背后不仅有英伟达的加持，还有木头姐 Cathy Wood 的重仓投资。可以说 AI 正在一步步重塑整个制药行业。而 Recursion 正是这场 AI 医药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玩家之一。那我们今天会先看一下英伟达与木头姐对 RXRX 的布局路径，然后再聊一下公司本身的核心业务与成长逻辑，最后我们会分析它的基本面、竞争格局以及多空观点，一起来看一看这家公司究竟是 AI 制药的未来，还是一场高估值的美梦。那故事就要从2021年说起。在2021年的第二季度，木头姐旗下的 ARK 基金首次买入 RXRX， 买入规模大约238万股，平均价格在 29.6 美元左右，当时的股价区间在21到37美元之间。这笔建仓并不算小，因为它直接把 RXRX 纳入了 ARKG 基因革命基金，象征着 ARK 把这家公司当成 AI 加医药生物赛道的新代表。那市场反应呢？一开始非常戏剧化，消息刚公布后，股价先是下探到了20美元出头，随后情绪被点燃，短时间内又冲上40美元附近，成交量暴增，说明市场一度非常兴奋。不过，这段热度并没有持续很久，来到了第三季度，股价又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而木头姐选择了持续加仓，它在第三季度再次增持 9%， 约 21.5 万股，平均成本约为28美元。当季的股价区间在19到41美元之间，这个说明木头姐依然坚定看好 RXRX 的长期潜力，即使市场情绪波动剧烈，她依然选择了趁低吸纳。那时间来到了2023年7月，英伟达宣布向 RXRX 投资5000万美元，并与其达成 AI 模型合作协议。这项合作的核心在于 RXRX 将其庞大的细胞影像数据库接入英伟达的算力平台，共同训练药物发现模型。那这个消息一出，市场瞬间沸腾，当天股价单日暴涨超过 100%， 成为公司历史上最强的一次催化事件。这不仅仅是资本入场了，更是一次 AI 制药概念的全面爆发。在那一刻的时候呢， RXRX 从一家默默无闻的生物公司变成了 AI 医疗的门面担当。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来到了2024年的第一季度，英伟达在 13F 报告中首次披露他们持有大约770万股 RXRX。 那这条新闻一出，立即在市场引爆，媒体纷纷解读为英伟达背书 RXRX， 股价当天跳涨超过 15%， 那成交量也瞬间被放大。紧接着 ARK 也没有闲着，从2023到2024年，木头姐多次加仓 RXRX，累计持股超过4000万股，那每一次买入都会引发市场关注，但股价的反应却越来越平淡。投资人们就开始意识到，虽然 AI 制药的想象空间很大，但是 RXRX 的商业化进展仍然是偏慢的，所以市场呈现出一种有热度没有趋势的状态，波动明显减弱，反弹动能也在逐渐衰退。那时间就来到了今年2025年的第一季度，根据雅虎 Finance 等披露，截至2025年3月31日 ，ARK 共持有 RXRX 3482万股，大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8.7% 左右。这意味着木头姐依然是 RXRX 最大的机构股东之一。不过市场反应是相对冷静的，短期的确是提振了交易情绪，但是反弹止步于热度，没有能够扭转中期下行的趋势。那到了2025年中到现在，媒体开始集中报道英伟达和 ARK 双重背书 RXRX， 听起来很梦幻，对吧？一个是 AI 计算之王，一个是颠覆科技的信徒。然而市场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暴涨，短期内情绪确实被点燃，成交量放大，但是反弹的持续性很有限。投资者更关注的是 RXRX 能不能真正把 AI 加药物发现变成实实在在的营收和利润。那么我们再总体来看一下英伟达的最新持仓情况。截至到2025年中，英伟达在它的投资组合里面依然持有大约770万股的 RXRX， 占整个投资组合的 0.9%， 大约占 RXRX 总股本的 1.8%。
那虽然从比例上来看，这个不是英伟达的核心仓位，但是不要忘了，在它的组合里，前几名都像是 ARM、Applied Digital、CoreWeave 这样的 AI 公司，而 RXRX 在这里面是唯一一家生物科技股。所以这个也说明了一件事，英伟达看重的不是传统制药，而是 AI 驱动的药物研发。那换句话说，他认为 RXRX 可能是未来 AI 医药领域的关键入口。那这笔投资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那其实这个远不止一笔财务投资。根据相关报道，英伟达的秘密 AI 投资组合中只有5家公司，全部都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而 RXRX 就是其中最特别的一家。为什么特别？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它是唯一把 AI 应用到生命科学与药物研发的企业。这个意味着英伟达不仅在投资算力生态，也在压住 AI 的终极应用场景，那就是生物智能。可以说，英伟达在 RXRX 身上看到的不是短期的收益，而是 AI 技术延伸到生命科学的未来价值。那 RXRX 正是那条把算力连接到生物世界的桥梁。这个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持仓比例不到1%的情况下， RXRX 仍然被纳入英伟达的核心 AI 布局，因为它代表的是 AI 医疗革命的前哨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木头姐的最新持仓情况。那截止到2025年的第2季度 ，ARK 依然持有约3299万股的 RXRX，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8.2% 左右。那在 ARK 的整体投资组合中占比约 1.2%， 持仓市值约为 1.67亿美元。虽然 RXRX 仍然是它在医疗与生物科技板块的核心持仓之一，但是相比上一季度 ，ARK 的持仓数量减少了约182万股，减幅约为 5.2%。那这个意味着木头姐在继续长期持有 RXRX 的同时，开始做出小幅的减仓与风险调整，但是它并没有退出，而是把仓位结构调整得更灵活，为未来的波动留出空间。那为什么会在这一阶段出现减持呢？那我们就得从机构持仓背后的信号意义来看。英伟达和木头姐对 RXRX 的持仓表现出了2种完全不同的信号。首先，从英伟达这一侧来看，它的持仓属于战略性投资，既是股权投资，也是技术合作。换句话说，英伟达投 RXRX 不是为了短期的股价，而是为了把 GPU 与 AI 算力真正落地到生命科学领域。这种投资更像是产业布局，它带来的信号是技术背书与可信度的提升。只要合作顺利，那么 RXRX 在 AI 生物建模领域的地位就会被强化。但是呢，如果合作进度放缓，那这部分溢价也可能随时会消散。我们再来看木头姐，那木头姐的投资风格一直都是主题式成长投资，她关注的不是季度报表，而是未来10年的潜力。他选择 RXRX 其实是压注在 AI 加生物科技这个交叉赛道上，长期信心与资本支持是 ARK 给市场传递的一个最大信号。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看，英伟达代表的是技术层面的信心，而 ARK 代表的是资本层面的信心。一个决定了 RXRX 的故事能不能讲下去，另一个决定了这个故事市场还信不信。那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木头姐虽然还在持有 RXRX， 但是近几个季度出现了连续的减持动作。比如说，在2025年的第2季度 ，ARK 小幅减持约182万股。那再往前，2024年的第4季度、2022年第4季度也都有阶段性卖出。其实这类变化的关键不是有没有持仓，而是持仓的方向，是在不断加码，还是维持不变，还是逐步减持。一旦出现了连续几个季度的减仓，那市场往往会解读为信心在降温，这个就不只是调仓了，而是一个需要提高警惕的信号。所以第一个结论是 ARK 的减持是值得盯紧的。但是话说到这儿，还不能只看一面。同样重要的是 ARK 并不是一路减到底，在关键阶段，木头姐也有多次的大幅增持。比如2023年的第3季度、第4季度，英伟达合作催化落地， AI 医疗热度上升的时候， ARK 直接重仓加码，单季就增持了1380万股，大约为 200% 的仓位。2024年的第1季度、第2季度也同样出现过 10% 到 45% 不等的正向加仓。所以其实这个说明 ARK 对 RXRX 的态度不是看空退出，而是动态管理信心。有利好有进展就会迅速加仓，热度回落缺催化就阶段性的降仓。
所以第二个结论就是减持还是要看节奏，增持要看拐点。那 ARK 不是撤离，而是在用仓位变化表达对 AI 加生物这条路线阶段性的信心强弱。从木头姐和英伟达的动作，我们能看到市场的情绪波动。那这些信号最后在股价上是怎么体现的呢？截至2025年10月13号 ，RXRX 的股价约为5.53美元，年初至今下跌超过21%，整体已经接近其52周区间的下端，大约是在3.75到12.36之间。那这个说明市场虽然仍然在关注 AI 制药的故事，但是短期信心已经明显降温。情绪层面，资金在观望；那基本面层面呢？投资人们开始问了 ，RXRX 现在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焦点从市场转向公司本身，去看看 RXRX 这家公司到底在做什么，它的商业模式、核心技术和收入结构能否支撑住 AI 医疗的想象力。Recursion Pharmaceuticals 股票代码 RXRX 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 TechBio 公司，目前处在临床阶段。它的愿景是非常大胆的，它称自己要让药物发现实现工业化，也就是说，他想把传统药物研发中那些靠经验、靠试验的模式，转变成一个高度自动化和数据化和 AI 驱动的体系。那公司的使命是解码生物学，以彻底改善人类生活。通过自动化、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去理解细胞和生物系统的复杂性，进而更快地找到潜在的治疗方案。它的核心产品叫 Recursion 操作系统，也就是 Recursion OS。这是一个人工智能技术平台，负责整合实验数据、影像识别和分子信息，在同一平台上同时推动多个治疗方向的早期候选药物研究。那除了技术本身 ，Recursion 近几年也在积极做资源整合，剥离掉不具备战略意义的项目，并通过并购和合作来优化药物研发管线。例如与 Exscientia 的整合合作就是它战略升级的一部分。那所以简单来说 ，Recursion 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制药公司，而是一家试图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重新定义药物发现流程的科技制药公司。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它成立于2013年，创始团队从一开始就专注于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利用影像识别、自动化实验和机器学习来理解细胞行为。他们的研究核心是表型分析，通过观察细胞在药物作用后的影像变化，判断其受到药物影响的反应，从而筛选出有潜力成为药物的化合物候选。那在传统的药物研发流程中 ，Recursion 引入了人工智能和计算建模，在多个关键环节实现了数字化和自动化，比如说包括自动高通量实验、图像分析和计算建模，这样不仅提升了研发速度，也显著降低了研发成本。那在商业模式上 ，Recursion 也在持续演化。除了自建药物研发管线 pipeline， 它还通过与大型制药公司、平台公司合作、授权技术等方式实现盈利，并且计划将 Recursion OS 操作系统开放授权给其他药企使用。但是，让 Recursion 真正走向全球聚光灯下的，就是与英伟达的合作与投资。在2023年 ，Recursion 宣布英伟达通过 PEP 形式投资5000万美元。双方将在 AI 基础建模与生物化学建模优化方面展开深度合作。这一事件被视为 AI 医疗领域的里程碑式合作。此外 ，Recursion 还与 Google Cloud 合作，利用谷歌云强大的计算资源来处理其庞大的生物影像和化学数据集，进一步加速模型的训练和部署。那当然了，可以说过去10年 ，Recursion 一直在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用算力、数据和自动化重构整个药物发现体系。好，刚才我们看完了 RXRX 的公司概况和历史发展，可以发现它的故事的核心其实都围绕着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平台化。也就是说 ，Recursion 并不想做一家只靠某一两款药物就实现盈利的公司，而是希望用 AI 和自动化打造一个可以持续复用、不断进化的药物发现引擎。那这个引擎是什么呢？它的名字就是 Recursion Operating System Recursion OS。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核心平台讲起。这个 Recursion OS 是公司的操作系统，它把自动化实验、生物化学影像数据、AI 与机器学习模型全部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能从实验到数据到预测到验证的完整闭环。整个平台背后依托着庞大的数据资产，包括细胞图像、
化合物结构、基因信息、细胞状态等等。这些数据会不断训练模型，优化算法，让系统具备越来越强的候选药物筛选和预测能力。那 Recursion OS 的一个核心理念就叫做可预测和可扩展。也就是说，随着更多实验与数据输入，模型能力会增强，平台的网络效应也会扩大。整个技术流程包括细胞或者是组织建模实验，到图像采集，到特征提取，到 AI 建模预测，到候选化合物筛选，再到动物与人体试验，每一个环节都在自动化管线上完成，大幅降低了时间和人工成本。目前公司也在升级所谓的生成式模型平台，希望通过与英伟达合作，让生物化学建模更加的灵活，具备实时预测能力。那在强大的技术平台的支持下， Recursion 目前正在推进多个治疗领域的候选药物项目，主要聚焦在肿瘤学和罕见疾病两大方向。它的研发管线 pipeline 涵盖从早期药物发现到临床前研究，再到临床1、2、3期的完整路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就是 REC-617， 也就是 CDK7 抑制剂，已经进入了临床1、2期，主要用于晚期实体瘤的治疗，是公司在肿瘤领域的重要探索方向。那与此同时， Recursion 也在不断优化自己的研发组合。在2025年初，公司宣布将暂停或剥离部分中后期项目，比如 REC-228、22994等，以便将资金和资源集中到更具有潜力、科学验证度更高的候选药物上。那这一策略调整体现出公司从广撒网到精准聚焦的战略转变。除了内部研发以外， Recursion 还积极通过并购与战略合作来扩充能力，例如收购 Exscientia， 加强其在 AI 药物设计与分子优化方面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整个 pipeline 的设计与执行效率。那换句话说，其实 Recursion 正在以平台加数据加合作三位一体的模式，构建一个可扩展、可自我强化的药物研发生态系统。这个体系越运转，数据就越丰富，模型就越精准，研发效率也就越高，形成一种正向循环的 AI 制药飞轮效应。那目前 Recursion 的营收主要来自于合作协议和技术授权。在2025年的第一季度，公司总营收约为1500万美元，主要来自与赛诺菲、罗什、德国默克等大型药企的合作项目。这些合作收入包括前期的里程碑式付款、后期的销售分成以及技术许可费用等。以2023年为例，它的平台授权和技术收入就达到了1270万美元。所以说 Recursion 的商业模式其实很清晰，它把 AI 平台能力授权给其他的生物制药公司，并收取模型预测、算法使用、技术服务等费用。那随着模型精准度的提升和合作伙伴数量的增加，这部分收入潜力将成为公司未来的增长支柱之一。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Recursion 目前还没有形成大规模药物销售收入，因为大部分候选药物仍然处在早期或者是中期研发阶段。在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研发支出达到 1.3 亿美元，通用与行政费用约5500万美元，合计投入较去年同期翻了1倍。这说明公司仍然处在一个重资产投入期，需要高资本维持 pipeline 与技术进展。第一季度的净亏损为 2.03 亿美元，同比显著扩大。但是公司也强调，在不含新合作的前提下，2025年全年的现金消耗不会超过 4.5 亿美元。那截止到2025年3月底，其现金与现金等价物仍约 5.09 亿美元，短期流动性充足。所以 Recursion 的成本结构仍然是偏重研发的，盈利能力上还没有显现，但是它正在通过合作与授权来延长资金续航，为未来的药物商业化铺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视角放大，看看它所处的 AI 加医药这个赛道本身。人工智能加药物研发是当前整个生物科技与医药行业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受关注的趋势之一。那传统的药物研发成本极高，失败率高，周期又长，一个项目往往需要10几年的时间，花费上亿美元。而 Recursion 所处的赛道正是希望通过技术、平台和模型来降低失败率，加快研发进程。越来越多的公司也在进入这个领域，无论是大型药企、人工智能公司，还是科技生物初创公司，都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分子预测、靶点发现和组合优化等研究。那在这个赛道中，数据积累、模型算法和平台能力已经成为了核心竞争壁垒。
不过，这个行业的波动性也非常大。当市场情绪高涨时，人工智能医药的概念往往会受到资金追捧，但是一旦出现临床失败或者是监管收紧，估值就可能迅速下跌。因此，对 Recursion 这样的公司来说，持续提升平台能力、扩大授权与合作是走向商业化的关键路径。只有当更多的药企和科研机构开始依赖它的技术平台，它的收入结构才能够真正的稳定下来。那在这个赛道上 ，Recursion 面临的竞争者也不少，最典型的对手之一就是 Exscientia。这两家公司在药物设计和人工智能优化领域有着很强的重叠，而 Recursion 之前其实已经选择与它进行整合合作，这种关系既是协同，也是潜在的竞争与吸收。除此之外，还有英思创、源智生物、薛定谔、本麒麟等人工智能药物平台公司，他们都在以不同的技术路线探索人工智能如何帮助制药。与此同时，大型药企也在不断引入人工智能模型和自动化流程，比如说辉瑞、诺华、罗什等公司都在部分研发环节中使用自建的人工智能系统来替代外部平台服务。所以说 Recursion 既要面对同类初创企业的竞争，也要应对来自大型制药公司内部研发体系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既充满机会又竞争激烈的行业里面， Recursion 的位置可以说是高处不胜寒了。那从机会来看，它的平台具有明显的积累效应，随着数据和实验的增加，模型预测能力会不断提升，形成越用越准的正反馈。如果平台能够被更多的药企或者是科研机构采用，就有机会从单一的研发管线转向技术授权和分成模式，让收入结构更加稳定。另外， AI 医药作为热门概念，在市场情绪好的阶段，也容易获得估值溢价和资本关注。但与此同时呢，风险也不少，包括 AI 模型预测误差、临床失败带来的监管压力、融资环境波动、竞争替代威胁，以及市场预期过高带来的兑现风险。所以 Recursion 所在的赛道机会巨大，但是容错率极低。平台能不能持续积累数据、兑现合作、产品落地，这些因素都将决定它未来到底是 AI 医药的破局者呢，还是又一个高估值的实验故事。那说完外部环境，我们再回到公司内部，看一下 Recursion 的基本面表现。从股权分布来看， Recursion 的内部管理层持股比例约为 4.74%， 机构投资者合计持有 69.3%， 而可自由交易的流通股中，机构占比高达 72.7%， 当前共有427家机构参与持股。这个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呢，是公司内部的控制权相对分散，创始团队和高管更多依赖的是股票奖励计划进行激励。第二就是外部机构是这家公司的主要力量，其中包括我们前面分析到的木头姐，同时还有贝莱德、先锋基金等大型资金。高比例的机构持股通常也代表着市场关注度高、研究深度足，但是也意味着股价更容易受到资金调仓影响。所以整体来看， Recursion 的投资者结构相对健康，这说明它在 AI 和生物医药赛道上得到了广泛的资金覆盖。在制作本期 PPT 的时候，发现 Yahoo Finance 有一项最新披露，也就是16个小时前， Recursion 管理层在2025年的10月共进行了6笔交易，其中只有1笔为现金出售，金额约为 60.4万美元，其余交易均属于员工赠与与股权奖励。也就是说，内部人并没有大规模抛售，更多的是常规激励、流动性安排或者是兑现部分奖金。从交易价格来看，平均是在 5.5 美元左右，接近股价低位。那这类少量套现就可以理解为个人现金需求或者是公司流动性优化，并不具备明显的看空信号。市场对此的解读也是较为中性偏正面的。如果出现大规模的抛售或者是集中减持，通常会被视为利空，但是本次交易规模小，频率低，显示内部人整体仍然维持信心，并且没有出现系统性的减仓迹象。所以说 Recursion 的股权结构呈现出一种机构主导、内部稳健的格局。不过从最新内部交易看，公司高管的行为相对理性，没有出现恐慌迹象，这个在 AI 医药板块普遍承压的背景下，其实是一种稳健信号。那从整体的资本结构来看， Recursion 当前的市值约为 23.3 亿美元，属于中型生物科技公司。这意味着市场认可它的技术潜力，但是仍然处于成长早期阶段。它的总负债仅为 8,808 万美元，杠杆率很低，
说明公司没有依赖大量借贷来维持运营，财务结构相对稳健。与此同时呢，现金储备高达 5.25 亿美元，可以覆盖短期债务的6倍以上。这个说明公司手上弹药充足，足以支撑持续的研发投入和运营扩张。因为现金远高于负债， Recursion 的企业价值仅约 18.9 亿美元，说明它处于净现金状态，在资本市场中属于相对安全的位置。总体来看呢， Recursion 目前没有财务风险，短期内也不存在融资的压力。不过，资本稳健并不代表股价就稳。从市场数据看， Recursion 的风险主要来自空头压力。目前约有 1.33 亿股被做空，占总股本约1/3，属于高空头集中度股票，做空比例高达 32.8%， 意味着市场上仍然有相当多投资者对其短期的前景保持怀疑态度。而且按照成交量计算，空头如果想要全部补回仓位，大约需要 4.95 个交易日。那这种情况下，一旦公司发布利好消息或者是合作进展，股价可能就会出现短期空头回补行情。从波动率指标来看， Recursion 的贝塔值为 0.91， 略低于大盘，这说明它整体波动性中等，并不是典型的高风险投机股。但是在消息催化的时候，仍可能出现较大波动。所以这只股票它不是稳定型的，也不是纯炒作型的，它更像是一个被压抑但是随时可能反弹的标的。在股息方面， Recursion 目前没有派发任何的红利，无论是每股年派息、股息收益率、派息率，还是过去5年平均股息率都为 0%。 这个并不意外，因为 Recursion 这样的成长型 AI 医药公司，所有现金都用于再投资和扩张，而不是回馈股东，所以持有 RXRX 的投资者完全是为了资本增值，不是为了领取股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关键的部分，就是盈利能力。从数据上来看， Recursion 的盈利表现仍然是高投入未盈利状态，它的毛利润为负的 4.33 亿美元，说明收入仍然不足以覆盖庞大的研发和运营开支。EBIT 利润率，也就是营业利润率，是为负的，表明公司尚没有形成可比的经营性收益。那利润率为负 6.49 亿美元，显示研发支出和 AI 算力成本依然占据极大比重。股东权益回报率 ROE 为负 86.34%， 资产回报率 ROA 为负 49.84%， 说明公司目前每投入1美元资产仍然在产生亏损。但这里的重点是，亏损来自于战略性研发投入，而不是核心业务崩坏。所以这类公司短期亏，但是长期一旦模型验证成功，盈利能力可能呈指数形式的放大。所以 Recursion 目前还没有赚钱，但是呢，也还没有到危险的阶段，它正在处于一个用现金换时间，用时间换模型的一个阶段。我们再来看成长性，过去1年 Recursion 的营收同比增长达到 30.1%， 远高于行业中位数的 6.9%， 增速是行业的4倍以上。这说明它的商业化推进能力正在显著提升，尤其是 AI 平台合作和授权收入上。那展望未来，市场预计它的收入仍然将保持近 30% 的年增长率，这反映出投资者对 AI 药物发现模式的持续信心。不过，公司的 EBIT 增速目前仍然为负值，说明短期内还没有盈利拐点。但如果收入持续提升，合作落地，这一指标未来有望改善。此外，由于仍然在亏损阶段，每股收益暂时没有长期预测的数据，但是市场预计 ROE 将略有提升，大约为 1% 左右。这个说明亏损扩张的速度可能已经开始放缓了。Recursion 的成长性表现是不错的，在生物科技板块中可以拿到一个 A 减的评分，它属于高增长的，但是盈利验证仍然需要时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市场是如何给它定价的。目前 Recursion 仍然处于亏损阶段，因此市盈率无法计算，市场主要是用营收与前景来定价。在所有的估值指标里，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企业价值比销售额，高达 29.23 倍，而行业的中位数只有 3.9 倍左右，所以说它的估值溢价超过 650%， 市场显然是在为它的 AI 药物平台潜力买单。但是与此同时，市净率为 2.51， 略低于行业中位数的 2.8， 这个说明股价虽然高估，但是没有出现严重的泡沫，市场仍然在观望阶段。企业价值比 EBITDA 和市现率都为负，反映公司仍然在研发阶段，现金流暂时还没有转正。
所以 recursion 的估值逻辑并不基于当下的利润，而是建立在未来有可能改变药物研发方式的长期预期上。从传统的估值角度来看，它的价格确实偏贵，但是从科技创新的角度，它代表的是一种未来价值的压注。那讲完 recursion 的基本面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它在整个 AI 医药板块里的位置。在这张表中，我们选取了几家市值相近、同属生物科技赛道的公司，包括 IDEA Biosciences、Agios Pharmaceuticals、Cogent Biosciences、Grail 以及 Mesoblast。从市值来看， Recursion 大约是23.3亿美元，与同业平均水平非常接近。但是最大的不同在于 Recursion 的员工人数高达800人，远高于同市值公司的平均的100-200人。这个说明它的组织规模、实验体系和平台化能力远超同级公司。换句话说， Recursion 更像是一家技术驱动的药物工厂，而不是单纯做1-2条管线的生物初创公司。那从分析师覆盖角度来看，在 Seeking Alpha 平台上有3位分析师覆盖，华尔街分析师则有8位关注。相比 IDEA 的19位、Cogent 的12位， Recursion 的覆盖人数虽然偏少，但是这个也反映出市场对它的定价仍然处于早期认知阶段。换句话说，它还没有被主流资金全面定价。所以说 Recursion 的体量更像是中大型公司，但是市场关注度仍然像一个隐形的黑马。我们再来看股价表现。过去1年 AI 医药赛道的股价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RxRx 1年内下跌约 17.7%， 表现略弱于行业平均。那 IDEA 同期下跌 12%，Agios 几乎持平，跌幅不到 1%， 而表现最亮眼的是 Grail 股价在1年内暴涨超过 400%， 远超所有同行。那 Mesoblast 呢？ Meso 也实现了 82.7% 的涨幅，这说明市场资金的偏好非常集中，更青睐那些已经进入临床后期或者是商业化验证阶段的公司。相比之下， Recursion 的下跌并非来自基本面恶化，而更多的是市场情绪收缩与高估值回调的结果。毕竟它的故事还在兑现过程中，真正的拐点取决于接下来 pipeline 的进展和合作成果。所以在股价表现上， Recursion 目前处于调整期，但它的体量、现金流和平台优势让它依然是这几个同级公司中最具长期爆发潜力的一个。然后我们来看负债。在资本密集、研发周期长的生物科技行业，负债水平往往能反映公司的财务安全垫与融资策略。Recursion 的总负债约8800万美元，但净负债为负 4.37 亿美元。这意味着公司账上现金远远超过负债，几乎没有偿债压力，负债率仅 9.58%， 在行业中处于非常健康的区间。相比之下， Cogent 的负债就高达 39%， 这说明其扩张依赖外部融资，而 Grail 和 IDEA 的负债率仅约 2% 到 3%， 资金结构相对保守。所以总体来看， Recursion 的现金储备充足，财务风险极低，有能力支撑后续几年高强度的研发与平台扩展。我们再来看成长性。 Recursion 当年的年度营收同比增长 30.1%， 未来预期增长约 29.7%， 保持稳定且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那它的3年复合增长率超过了 52%， 5年复合增长率更达到了 90%， 说明它的收入具备持续上升的惯性。与此同时呢， Agios 的3年 CAGR 为 85%， 但5年转为负增长。 Grail 虽然近期增长不高，但3年 CAGR 高达 104%。 Mesoblast 的增速极端波动，年增率高达 191%， 但是长期复合增长却是为负的，说明它的业务不够稳定。总体来看， Recursion 的成长性虽然不是最高的，但是胜在稳定、持续、可预测。这正是平台型药企区别于单一药企的重要特征。最后我们再看盈利能力。在这个阶段，大部分 AI 医药公司都处于亏损期。那 Recursion 的 ROE 为负 86.3%， ROA 为负 52.6%， 自由现金流率为负 287.9%。 这些数字虽然不好看，但是并不意外，因为它仍在重投入阶段，重点是在扩大数据、算法和实验产能。那对比来看， AGIO 因为出售资产获得了一次性收入，净利率异常高达 1590%， 属于非经常性事件。
而 Grail Mesoblast 的毛利率甚至为负，这个说明仍然处于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阶段。所以总结来看呢，整个赛道目前都处于一个烧钱换未来的阶段，短期盈利不具备代表性，真正的关键就是在于哪一家公司能够最先实现平台盈利转折点。从现金储备、营收增速和研发规模来看， Recursion 是少数能够熬到黎明的选手之一。在市场端，分析师的态度是总体偏中性，但是带有乐观倾向的。那从各大平台来看，MarketWatch 给出了持有评级，目标价是 6.67 美元。TipRanks 的多数分析师给出了买入，目标价区间是在3到8美元。那 Stock Analysis 认为合理价位是在 7.25 美元，上行空间大约是30%左右。MarketBeat 的共识目标是在 7.25 美元左右。最高可以达到10美元，所以整体来看，各方预期的中位值集中是在6到7美元区间，这个能反映出市场认为 Recursion 当前的股价仍然处于一个合理，但是没有被完全兑现的阶段。换句话说，市场认可它的潜力，但是仍然在等待更多的实质性进展。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多空双方的核心逻辑。多头的观点就是 Recursion 是最早把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到药物发现的公司之一，拥有强大的算法基础和图像数据积累，背后有英伟达等公司的战略投资，同时采用平台授权加重复收益模式，具备 SaaS 化潜力。那过去5年营收复合增长率高达 90.9%， 账上现金约为 5.25 亿美元，短期资金压力极低。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 AI 制药的长期成长故事。而空头呢，他们则认为公司尚没有实现盈利，自由现金流率为负 287.98%， ROE 负 86%， ROA 负 52%， 意味着核心业务仍然在投入阶段。再加上行业竞争者的快速崛起，一旦进展不及预期，股价波动风险是仍然存在的。所以综合几项核心指标来看， Recursion 的成长性高，长期潜力明确，盈利性弱，仍然处在烧钱换技术的投入期。那现金流呢是很充裕的，短期没有融资本金的压力，估值预期的波动区间大概是在6到10美元，市场主流的评级视为持有评级，也就是说它既不是被高估值的泡沫，也还没有到全面爆发的一个时刻，它更像是一场技术积累和市场实验的长期拉锯。所以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 Recursion 其实是一家典型的 AI 赋能生物医药平台公司，具备数据规模与算法规模的稀缺优势，但它的商业化路径还处在早期阶段，短期财务表现疲软，市场估值更多反映的是未来潜力，而不是当前的盈利。那多头认为它是 AI 制药的英伟达，那空头呢则认为它是尚未盈利的概念股。所以最终的结论其实很清晰，如果 AI 药物发现的产业化逻辑真正落地的话，那 Recursion 就有机会成为行业标准平台。但是若合作推进放缓，资金消耗过快，股价仍然可能经历波动和调整。好了，那么你怎么看 Recursion 呢？它是 AI 医药的英伟达呢，还是下一只被高估的概念股？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观点。如果你想看更多关于 AI 生物科技赛道的深度分析，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同时，你还有哪些想了解的公司，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会在后续视频中一一拆解。这里是 Money Dog Eric，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